绝大多数台湾车友在买车时，总以为丰田油电混动省油，全靠电池、电动马达、动能回收。但在台湾卖爆的丰田油电车，真正能跑出惊人油耗的诀窍，藏在一个很少人钻研的引擎本体。台湾市面上几乎所有丰田油电新车，全都搭载别家车厂刻意避开的引擎设计，主动舍弃部分动力输出。这件事儿放在汽车产业里完全反直觉，全球车厂拼了命强化马力，追求性能，唯独丰田刻意压低引擎原生动力。很多台湾车主刚买车都纳闷，丰田为什么要这么做？答案核心就是阿特金森循环引擎。少了这套技术，在台湾热销的新普锐斯、Corolla Cross Hybrid、Altis Hybrid、Camry Hybrid、RAV4 Hybrid 根本达不到车友实测的省油水准。核心逻辑很简单，丰田打造这颗引擎追求的从来不是单次爆燃炸出最大马力，而是让每一滴汽油转化出更多车轮可用动力。一般传统汽油引擎大量燃油能量变成热量跟着排气管排掉，白白浪费。阿特金森循环透过改变气门开闭时序，大幅削减热能损耗，但天生短板很明显，低转速区间扭力偏弱。如果装在纯燃油车上是硬伤，在台湾多红绿灯、短通勤的路况会很难开。丰田的解法刚好对症下药，靠电动机补齐低速，瞬间扭力缺口，引擎专心维持高效运转区间。结合台湾在地实测，不少 PTT 乡民和 U-Car 试车组实测 Corolla Cross Hybrid 市区通勤平均1公升能跑18至20公里。同规格汽油版只有13至15公里，也是它在台常年霸榜冠军的关键。这边补充台湾车友最容易踩的误区。现在新款丰田混动引擎早已不是早年机械式传统阿特金森结构，车厂靠可变气门证实技术，在常规引擎本体上实现了等效阿特金森循环的节油效果，也是近年成本下降。油电车在台湾越卖越普及的关键，弄懂这套引擎逻辑，就能看透丰田油电混动平顺又省油的底层架构，这才是丰田称霸台湾车市几十年的终极底牌。那问题来了，神车丰田到底怎么在不重新开发全新引擎的前提下，做出等效阿特金森循环的效果？关键全在气门正时。一般引擎活塞往上压缩时，进气气门就会关闭，但丰田刻意把进气气门延后关闭，维持小幅开启。当活塞开始上行压缩的瞬间，一部分的油气就会被推回进气气管。虽然气缸一开始吸满油气，但实际真正进入压缩形成的油气量却变少，这就是最精髓的地方。因为压缩阶段消耗的能大幅下降，燃烧后的膨胀形成却维持完整，省油效益就是从这边压榨出来的。这套技术叫做进气气门延后关闭。靠着这个设计，原厂不用改变引擎本体结构，就能在一般的奥托循环引擎上模拟出阿特金森的高效率特性，再加上变气门证实 VVT 并非固定单一模式，电脑会依照路况自动切换运作逻辑，这也是台湾车主实测非常有感的重点。定速高速巡航时，引擎切满阿特金森模式，把油耗压到最省。不少 U-Car 网友开 Corolla Cross 油电版跑国道，1公升跑出22公里以上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大脚踩油门，超车急加速时，电脑会缩短进气开启时间，切换成接近一般汽油引擎的设定，动力反应立刻跟上。就算能够切换模式，但在高效省油状态下，就会牺牲低速扭力。这时候就是油电系统上场补足缺点的时候了。低速起步，市区塞车怠速滑行或走走停停时，马达随转随到的扭力刚好填补了阿特金森引擎天生的扭力空缺，完美契合台北、台中市区走走停停的用车环境。这也是 PTT 众多车主公认丰田油电越塞车反而越省油的核心缘由。如果单看数据规格，丰田这套阿特金森引擎第一眼看起来根本就是反向降级，气缸进气量变少，压缩比降低，照理说马力和扭力都会变弱，放在一般的纯油车、汽油车上，这绝对是致命伤，动力很软，起步太温，高速没力，在市场上完全卖不动。但最神奇的地方就在这里，这套大家都嫌弃的缺点放到丰田的油电系统 Hybrid 里，反而变成了最大优势，也是台湾无数车主实测越开越省油的核心关键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一般传统的奥托循环引擎，大家只看到它动力大、加速猛，却忽略了它暗藏的巨大浪费。引擎为了吸入空气、压缩油气，必须消耗大量能量去克服内部的泵回阻力、进排气阻力。光是进气、压气这个过程，就白白耗掉超多燃油动力，全部变成内耗与废热流失掉了。而丰田的阿特金森设计，直接从根源砍掉这笔浪费。
透过进气气门延后关闭的机制，它大幅降低引擎压缩时的负担，不用白白耗费动力去对抗自身的机械阻力，内部损耗直接降到最低。不止如此，它的燃烧压力与燃烧温度都比传统引擎更低、更温和。别以为温度高才厉害，事实上，传统引擎有超多能量都是以高温废热的形式从冷却系统、排气管直接排掉，根本没有拿来驱动车子。丰田这套设计大幅减少了热能浪费，让每一次汽油燃烧更少变成废热，更多变成车轮实际前进的动力。简单白话讲给台湾车友听，一般车子是烧一桶油，大半拿去发热，只有小半拿来跑路。丰田油电车则是烧同样的油，几乎全部拿来驱动车辆，浪费极少。但真正让丰田油电在台湾市区封神的，不只是引擎本身厉害，而是整套系统的完美搭配，完全吃透了台湾的路况。大家都知道台湾市区的路况特色，红绿灯多，车速慢，走走停停，常年塞车。这种路况是传统纯油车最耗油的地狱魔王关。传统引擎不停起步熄火，低转速慢速滑行效率极低，容易积碳，油耗更是惨不忍睹。但丰田油电刚好反过来，专治市区塞车，在低速滑行、起步、短距离移动的时候，电动马达全权扛下所有负载，引擎直接熄火不工作，完全避开效率最差、最费油的运作区间。等到需要引擎出力的时候，电脑也不会让它乱出力，而是精准控制，让引擎始终维持在最高效、最省油的转速区间持续运转。一般车子是油门踩多少，引擎就高低起伏乱出力，浪费严重。丰田油电则是靠马达撑腰，引擎专职省油，全程以低损耗、高稳定为优先，而不是盲目拼加速。这也完美解释了 PTTU Car 上面无数台湾车友的实测结论。别人的车塞车时油耗直接雪崩，丰田油电车则是越塞越省，越开越顺。很多车友本来买车前会担心阿特金森引擎动力偏弱，爬坡会不会没力？实际上路才发现，低速扭力由马达补齐，高速巡航有超高的引擎效率。日常通勤、高速长途山区出游完全够用，而且油耗表现直接斩压同级所有对手。所以大家终于懂了吧？丰田看似牺牲动力的降级设计根本不是缺点，而是为了油电效率量身打造的顶级布局。这也是它能在台湾车市称霸多年，中古保值率居高不下，家家户户都爱开的真正底牌。讲到这里，大家应该发现阿特金森循环的优势真的太诱人了，效率更高，浪费更少，油耗表现更是直接斩压传统引擎，几乎是完美的节能设计。但大家有没有好奇过一个问题？既然这么省这么强，为什么过去几十年绝大多数车厂或品牌都不愿意大规模使用？答案很简单，因为它有一个天生无法根治的死穴，低转速扭力太弱。阿特金森引擎为了实现高效率，会在压缩行程时延后关闭进气气门，把一部分的油气推回进气道，这就造成一个结果，在同样的排气量下，它的扭力输出就是比一般汽油引擎还要低，反映在实际的驾驶感受上就是低速起步软绵绵，油门反应很拖。如果把这颗引擎装在一般的纯油车上，这种动力体验完全不符合大众期待，在台湾根本卖不出去。这也是过去所有车厂迟迟不敢普及的最大原因。其他品牌的造车逻辑都很直白，引擎动力弱，那就硬改引擎，强化结构，拉高账面数据。但丰田的思路完全颠覆整个汽车产业，我不去硬改引擎的缺点，我直接打造一套全新系统来迎合这颗引擎的特性。而彻底改写局面，让阿特金森循环起死回生的关键就是电动马达。熟悉汽车结构的台湾车友都知道，马达的特性刚好完美，互补了引擎的弱点。汽油引擎需要拉高转速才能发挥动力，但电动马达从起步开始就能瞬间输出最大扭力，零延迟，不需要拉转，随踩随有。于是就有了丰田油电最精髓的分工模式，引擎全程锁定在最高效、最省油的区间运作，负责高速巡航、稳定输出。起步、低速、临时超车、加速这些需要瞬间动力的情境，全权交给马达来当后盾，两者互相补足缺点，放大优势。即便这颗引擎本身不擅长激进爆发，账面数据平平，但整辆车开起来依旧顺畅，动力连贯，完全没有疲软，跟不上节奏的感觉。这也完美解释了无数 PTTU Car 车友的实测疑惑。明明丰田油电引擎的规格数据很普通，甚至比不过同级汽油车，但是日常开在台湾市区小巷、山路、高速公路，完全不会觉得慢，也不会觉得动力不足。这套架构真正厉害的地方，不只是开起来舒服，而是丰田终于实现了一个业界最难的平衡，可以全天候优先追求极致省油，却完全不会牺牲日常驾驶的动力体验。不需要为了代步通勤强行拉高引擎转速，浪费燃油，也不用为了省油而忍受没力的痛苦。完美适应台湾的全路况、省油、好开、平顺三者同时兼顾。也正是这份难得的平衡，让原本非主流
被视为鸡肋的阿特金森循环成功变成全球最成熟、最适合民用、可大规模量产的油电核心技术。在下一段最终章节，我会带大家深度拆解重点，为什么时至今日丰田依旧死守这套架构，甚至在新一代的油电系统 Hybrid 阿特金森循环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。喜欢这种硬核拆解，想看懂丰田油电底层逻辑的朋友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持续锁定更多专业的汽车科普内容。讲到这边，很多车友应该都会有个疑问，现在汽车技术日新月异，涡轮引擎、新世代油电，甚至纯电车到处都是。照理说，丰田早就该淘汰100年历史的阿特金森循环，改用全新技术了吧？但丰田始终坚持沿用这套架构，理由其实很简单，真的好用，而且依旧无可替代。即便放到2026年的现在，阿特金森循环仍是汽油引擎里效率最高、能耗浪费最少的设计之一，尤其搭配油电系统的运作逻辑，优势被无限放大。更重要的是，丰田花了数十年不断打磨、优化这套技术，早就不是单纯套用老旧理论，而是彻底融入现代油电工程。成为专属的现代化高效架构。如今，丰田新款的油电引擎结合了阿特金森循环极致优化的燃烧系统、先进的散热技术与超高精密度的喷油控制，层层压低能量损耗。不仅油耗表现再升级，同时兼顾绝佳的运转平顺性与稳定性，完美适应台湾市区走走停停、高温多雨、山路和国道交错的复杂路况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很多 U-Car PTT 车友都忽略的隐藏优势，也是丰田油电超长寿耐用的关键：引擎运作压力极低，机件磨损大幅减少。传统纯油车为了榨出动力，时常需要高转速、高负荷运转，引擎长期处于紧绷状态，老化速度自然更快。但丰田的阿特金森油电引擎绝大多数时间都维持在低压力、高效率的舒适运作区间，不用硬扛高负载，内部机件损耗自然更低。这也是为什么台湾路上的丰田油电车开了10几万甚至几十万公里，依旧状态稳定，故障率极低，二手保值率常年稳坐龙头，压倒同级对手的核心隐性优势。很多人批评丰田固步自封，只会吃老本，其实完全误解了。丰田持续改款优化新一代油电系统，却始终把阿特金森循环摆在核心位置，不是技术停滞，而是它能实现别家架构不到的平衡，极致省油的同时，完全不牺牲日常代步、山路高速的驾驶质感。绝大多数车友看丰田油电只会关注电池、马达和电控，认为这就是它省油好开的全部原因。但大家不知道，丰田油电能称霸台湾车市、站稳神车地位的真正根基，就藏在引擎本体里，一个100年的基础物理原理。经过丰田数十年的反复打磨、进化升级，最终变成现代汽车最成熟、最稳定、最高效的省油核心方案。不盲目跟风新潮技术，不堆砌华丽的配备与数据，只用最扎实的底层工程逻辑，换来台湾车友最认可的3大优势：省油、平顺、超耐用。这就是丰田油电最核心也最被低估的引擎终极秘密。如果你看完这集技术深蹲，彻底弄懂了丰田油电的底层逻辑，喜欢这种不讲噱头、只讲真实原理的汽车科普，欢迎订阅、分享并开启小铃铛。后续我会持续更新更多丰田油电的实测解析与超实用用车技巧，帮你买车不踩雷，养车更轻松。